眼下，中国房地产市场低迷，断供潮席卷全国。2023年，中国法拍房数量竟同比暴增40%，达到79.6万套，较上一年激增21.4万户，创下历史新高。近日，中国指数研究院发布的最新数据震惊了业内人士。这背后意味着，在经济低迷和房地产市场持续萎靡的大环境下，个人和企业的房屋弃房断供现象正在愈演愈烈。断供房主被迫卖房的场面随处可见。这一波断供潮的袭来，让不少业主倍感无奈，中国楼市前景更加难料。详细数据显示，2023年通过法院拍卖流拍的住宅约为38.9万套，成功拍卖的法拍房约9.9万套，总价值高达1500亿元人民币，数额巨大，令人瞠目结舌。而包括商业地产、住宅、工业用房等各类房产参与拍卖的总套数，更是高达惊人的79.6万套，较2022年整整增加了1/5，增幅高达36.7%，刷新了历史最高纪录。这说明什么呢？业内专家分析道，这反映出在中国经济增速放缓、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的大环境下，越来越多的业主无法继续偿还房贷，只能通过法院拍卖甩卖房产。包括普通民众和中小企业在内的各类业主，都面临着房贷压力巨大、生存困难的局面。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。挂拍数激增，住宅占近50%。报告数据显示，2023年法拍屋以住宅和商业物业为主，合计占总挂拍户数的77%以上。其中，住宅挂拍量高达38.9万户，占整体的48.9%，同比增加11.7万户之多。这意味着近50%的法拍房源来自普通居民的住房。不少属于刚需群体的业主，在房贷压力下无法维持正常供款，只能选择断供，最终导致房子被拍卖。而住宅法拍房的成交率也在持续下滑，2023年仅为25.4%，比上年下降5.5个百分点。这显示了当前住宅法拍房交易市场的低迷，大量挂拍房源积压，很难成功成交。业主要么承受巨额资金损失，要么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房产被拍卖。数万套房屋被拍卖，法拍房主要来自四川、广东。据统计，四川、广东、河南、重庆和江苏等省份是法拍房数量最高的地区，而重庆、成都、郑州、南宁、长沙、广州、惠州和佛山8座城市更是法拍房重灾区。仅仅重庆和成都两地就贡献了全国近1/10的法拍房源。法拍房数量之多，堪称罕见。单独来看城市，2023年法拍房源数量前5名分别为重庆、成都、郑州、南宁和长沙。其中，重庆以棚改楼等廉租房融资违规引发断供为主要原因。成都则有大量高收入农民工等群体的高杠杆购房，郑州和长沙也存在大量刚需购房群体杠杆率过高的情况。广东方面，广州、惠州、佛山3地法拍房源较多，数量分列全国第6至8位。作为经济大省，广东房地产市场规模较大，同时杠杆率较高的刚需群体所占比例也不低。因此，法拍数据较高。业内人士分析，这与这些地区房价过高、房贷压力大有直接关系。比如，近年来重庆房价上涨太快，很多普通家庭承受不起，只能通过卖房甚至法拍来还贷。这就像过快膨胀的皮球，最后只能通过爆裂来释放压力。有评论这样形容。更令人恐慌的是，从最近几年的趋势来看，中国的法拍房数量从2020年开始持续攀升，并在2024年初进一步上扬，丝毫没有停歇的迹象。这意味着断供房和法拍房的泛滥现象可能还会继续恶化下去。房企法拍成批，清算抵押房源不断增加。业内人士指出，
中国法拍房的主要来源是房贷违约和企业破产。近年来，在经济下行压力剧增的情况下，不少大中小企业面临破产清算，作为抵押物或公司资产的房产也被迫进入拍卖程序。一些受疫情和国际环境冲击出现供应链断裂的产业，其相关企业法拍房现象更为明显。其中最典型的案例就是众多房地产企业近年暴雷引发的连锁反应。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前中国实体经济面临的困境。从国内多地的报道来看，不少停工烂尾的楼盘以及房企破产清算后的资产，都成为了法拍房的常客。比如某房企破产后，其开发的3栋高层住宅以超低价一锤定音，或某楼盘80套房产被司法拍卖等，类似案例比比皆是。同时，在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的环境下，愈来愈多业主因收入下滑难以覆盖房贷，主动或被动选择了断供。这既有高杠杆刚需群体，也有部分投资群体，他们最终面临的结局就是房子被法拍，自己也背上了巨额债务。分析人士指出，这与近年来房地产市场收紧政策、融资难度加大等因素密不可分。加之疫情冲击，不少中小房企实力不济，难以为继，只能通过法拍等方式甩卖资产。据统计，单是2023年上半年，就有超过40家房企申请破产。这些企业资产和抵押房源的大规模流入法拍市场，也成为法拍房数量激增的重要原因。电商平台积极布局，豪宅法拍也现身一线城市，这是一个危机，也是一个机遇。法拍房数量激增的另一面，是法拍房交易市场正在快速崛起与繁荣。近日，中国大型电商企业积极布局法拍房交易，计划在春节期间举行一系列豪华住宅拍卖会，以满足消费者需求。据悉，某大型电商平台在春节前夕的10天内，就通过其拍卖通道售出11套法拍房，而每套房屋的成交价均超过了1000万元。考虑到高端豪宅的增值潜力，这些房源即使以超低折扣交易，也获得了不少买家的垂青。业内人士指出，在信贷收紧的当下，法拍房交易平台凭借全国联网的优势，可以为断供房提供一个组织化的流通渠道，也能为购房者提供价格更优惠的选择。这是市场供需双方的胜利。分析师如是说。不过，他也警告说，法拍房交易并不是没有风险的，执行难、权属纠纷等问题仍然存在，购房人还是要谨慎行事，避免后顾之忧。他建议道，2023年中国法拍房数量暴增是一个令人担忧的信号，它预示着在经济下行压力和房地产业寒冬的双重影响下，个人和企业的运营困境正在恶化，也意味着未来断供风险可能继续加大，带来连锁反应。断供潮仍在蔓延，房地产前景堪忧。此轮断供潮的出现，再次表明当前中国经济下行压力明显，就业环境恶化，普通居民的购房负担不断加重。与此同时，楼市依赖的中小企业也面临较大的经营困境。大量法拍房源作为公司资产或抵押物进入拍卖。展望2024年，外部环境难有明显转好，中国经济仍面临下行压力。此外，前期高杠杆购房的刚需群体也将逐步进入房贷高峰期，压力进一步加大。因此，业内预测今年法拍市场可能还会继续低迷，更大规模的断供潮也值得担忧。对于政策制定者而言，化解普通居民房贷风险，稳定住房消费市场，也将是一大难题。